直播算命，隔壁老太一脸骄傲说自己刚抱上大孙子。我惊了，被你淹死的大孙女不算？老太破口大骂，她不知道我是茅山传人，看相很准。而这次，老太，我看你眉头横死纹很深啊。我叫李相柳，是茅山第432代传人。师父出海走丢后，我忝为茅山掌门。最近因为穷得没法，我租住了市郊区一处凶宅，靠直播算命勉强为生。然而没想，我都没在意，有人却因为这事找上了门来。早上，我泪眼婆娑打开直播间，刚和我几个夜猫子粉打个招呼，门突然就被人粗鲁拍响了，声音很大，把我惊了一颤，瞌睡都没了。接着，一个尖利的嗓门吼了起来：“开门！谁允许你住在这里的？你知道你住在这里，给我家孩子造成了多大的心理伤害吗？”我听懵了，对直播间道：“嗓门怎么这么大？晚上睡觉一定不打呼噜吧？”贝拉米，哈哈哈！主播别皮呀！直播间其他人也听到了，好吓人！大清早的这人，这不是扰民吗？对呀，这人好夸张，我最烦这种邻居了，还不让主播在这儿住了，他以为他谁呀？主播，你还是想想怎么得罪人家了吧？听着是个老人，没理由无缘无故针对主播是不是？我揉了揉脸，横竖一想，没欠人钱，又看了一眼黄历，今日宜出门，我这才明白。果然，出不出门，不看黄历都出事。起身准备去开门，想了想，又把直播手机拔了下来，塞在了上衣口袋里。门外那人没记错，是我隔壁老太。听房东讲，这是荷塘小镇10区8院出了名的不好对付，本掌门的慎重。他还在敲门，污言秽语，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个老太太能说出来的话。你有胆子住这儿，有本事出来呀！知不知道尊老爱幼，体谅一下老人？我一把拉开门，敲门，老太一愣，一下没站稳，踉跄就向前摔。我吓得赶紧扶住，小心小心，你这把老骨头摔我这儿可浪费了。老太50、60岁，面相凶悍，嘴唇短而薄，此刻憋红了脸，恼道：“起开！”一把推开我，她叉着腰就要再骂，我举起手机就对准了她。嚯，老太太有啥事？快说快说，我直播间粉丝1万多，一起给你想办法哈！老太一下噎住，脸色憋得酱紫。直播间乐疯了，人气突然飙升，哈哈哈哈！还是原来的味道，这老太太一下被噎死，骂不出来了。主播有点东西，哈哈，我学会了，不过我没有粉丝啊，怎么办？我想看主播算命，来大哥发个1000的礼花，让主播算一下老太太呀。同意同意。也就这时，礼物通报，嘉兰树之花打赏了50个火箭。我后脖一麻，一下精神了。老太这时也反应过来，一把推开我的手机：“你搬出去，这个房间不让人住。”为什么？我记得房东是我善良的顾老板啊，您是？他好像生气了。你知不知道这间房之前住过杀人犯？知道啊，我抓的，200来斤顶胖的，怎么了？老太一怔：“你抓的？那你要给我颁个奖吗？”他就急了：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胡说什么？让你搬你就搬。你知不知道，只要你在这房间搞出一丁点动静，我的乖孙就会以为杀人犯回来了，整宿的睡不好。我的乖孙要是睡不好，你让他怎么长身体？他要长不大，以后上学、上班、找媳妇，不全都让你给耽误了吗？你能不能有点良心，为我们家考虑一下呀？”他气呼呼说完，我瞪大了眼睛，打死我都没想到他不让我住，这是这个原因。我扰民吗？我记得墙壁是隔音的，拖鞋是静音的，我笑声是捂嘴的，谁家保佑我这样的邻居不得上门磕一个？直播间这一刻都看不见评论了。隔壁老太恐怖如斯，一招直接把所有人干无语了。老太见我不说话，问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心虚不敢言语了？”我看向窗外晴空，惆怅道：“这几日天旱，总也不下雨，我原以为是时节到了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原来是你给我整无语了。”老太没听懂，趾高气扬道：“总之，你尽快给我搬出去。”我咳嗽了一声，还是决定讲理，组织下措辞，确保老太能听得懂。我说：“老太太，是这样的，您孙子多大？”讲到孙子，老太明显心情好了不少，哼了声道：“1岁了，那可是我们田家的独苗，金贵着呢。独苗，您家就一个孩子？”他骄傲道：“当然，那是我的宝贝大孙。”我这下惊了，被你淹死的大孙女不算。直播间刷一下炸了，而不待他们出声，老太一下跳起，破口大骂：“你胡说什么？谁淹死他了？他是自己掉进去的，你可别冤枉我！”直播间炸裂，天啊，他承认了，他真的有大孙女，真的是被淹死的。主播怎么算出来的？太神了！你们看他的表情，不会真的是他淹死的吧？他好狠的心啊，我都不敢想象了。这不会是剧本吧？太不可思议了，主播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奇怪道：“不是你淹死的，不可能啊！你看你眉毛短，眉骨突出，眼睛是心灵之窗，却被眉头挡住，这就叫遮阳聚阴，心很自限。还有你颧骨，高颧骨者，妒心也。你这么高，怕不是羡慕人家有儿子快羡慕疯了？
而最关键的，你的双眉命宫有2道竖纹，竖纹为子女，你有2子，但一条子女纹下却平生了一条刀纹，这便是说你后代有人早夭，你怎么能说我胡说呢？老太瞪大了眼睛，你闭嘴！转身仓皇就往家走，拉了好几下门才拉开。这一幕不仅我，直播间的人也看出了不对。天啊，他这反应，不会真的是他淹死了自己的孙女吧？怎么办？要不要报警啊？报什么警？这种我见多了，就是江湖骗子吓唬老太太而已，大家别被主播骗了。对呀，哪有人能一眼看出对方杀过人？这一看就是在吓人，没准他俩还认识，就是剧本吧。底下一帮人附和，我没有说话，转身回了房间。而等我回到家，门一关，房间里突然传来一声声的猫叫声。直播间不信我的人再次评论：瞧瞧，一定是主播家的猫扰民了，人家老太太才来赶人，不然一个老太太活了一辈子，怎么可能这么容不下人？就是我最烦小区养宠物的人了。粉丝们帮我解释，主播从来没养过猫，这一定是别人的。不，我摇了摇手指，表示否认。直播间粉丝疑惑，我诡异笑道：那可不是猫叫声呢，那是田家大孙女的哭声，声音正是从隔壁老太家传来的。直播间安静了大半天。胖娃杀手，本来不想说的，一泡屎憋了1节课了。本来小荷才露尖尖角，被主播一下，结果千树万树梨花开了。现在我老师让我滚出去，在线求解法节哀。还好我只是在吃饭，红红火火，恍恍惚惚。我赶紧收回了诡异的笑容。刚才用了镇魂咒，罪过。我掐指一算道：今日宜出门，本掌门去周济天下一会儿，晚上见。各位宝，贝拉米不是皇帝说的吗？胖娃杀手，主播你陪我酷，咔！直播瞬间掐断，我的动作精准而优雅，赶紧下楼找顾老板吃饭。穿鞋洗脸带小盆，我3两步就跑下楼。房东顾叶最近搬到了我楼下住，我敲门的时候，正赶上他家房门飘出香味。我大概一闻就知道刚出锅不久，蒜香可口鸡、皮蛋瘦肉粥，还有包子火腿。就想敲门，楼下却突然传来动静。爬楼梯一看，一个挺拔的身影伸手拦住了一个中年男人。你是田建明先生吧？我这边有些事要跟你询问，方便耽误你些时间吗？声音略显冷冽，我歪头看了一眼侧脸，是龚燕，临海市刑警大队长。田建明明显不耐烦，我现在要回家看我儿子，没时间。他错过龚燕，哼哧就往上爬。看到我，他眉头一拧，我就看出他是他妈亲生的了。我取出手机，嚯，来吧。田建明一怔，表情跟他妈一样的，最后低哼了声：小丫头片子，你给我等着。上楼就进了房间。而我第一次皱紧了眉头。田家老太和他长子2人眉头间都有一道深深的横死纹。他家那玩意儿这么凶的吗？龚燕上楼问道。没事吧？他穿的警服，我注意到他身上护佑的法寿谢痣一直在盯着头顶，也就是田家的方向。我突然就有点不放心了。龚警官，田家人的事还是别多问，尽量少跟他们扯到一起。龚燕奇怪道：第一次见你这么正经。我睁大眼睛，你在哪见过我不正经的样子？龚燕表情一滞，眼皮都跳了一下。还是说田家的事吧，你刚才直播说田家老太淹死了他的亲孙女，我顺路过来看看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刚想开口，身旁的门却是被一下拉开了。头发有些湿，穿着睡衣的顾老板探出身来，笑着和龚燕打了招呼。我也想问，我这栋楼闹鬼？2人齐齐盯着我，我突然觉得压力好大。嗨，信科学得永生，无上科学神教助我正道大昌，寿与天齐，一统江湖。先吃饭。我错过顾叶，3两步坐在了客厅桌子上。我身后2个男人互视一眼，顾叶伸手请，3人坐下，1人干饭。而等我吃饱了，顾叶重新拾起了话题。我摊牌了，我隔壁老太和他儿子有血光之灾。龚燕，这依旧是你算命算出来的？我狠狠道，不是，我准备摸黑打他们一顿。龚燕一听，似乎终于明白了。我是警察，不相信什么算命玄学，不过以我个人的立场，我愿意听取更多人的建议。有什么事你还是可以找我的。戴上帽子，龚燕和顾叶打了个招呼，离开了。顾叶瞥了我一眼，怎么不告诉他？直播不是很能吹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，和警察讲抓鬼。顾叶哈哈笑了笑，又凑过来好奇道：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他家闹不闹鬼？老板，你怎么也这么好奇？他笑了，当然，因为这他妈是我的楼。你这样吧，你要能帮我解决，我免你半年房租。我眼前一亮，中。而就在这时，哐哐哐，突然的敲门声从楼上传来，声音好像来自我的房间。顾叶疑惑：谁找你吗？我起身，不是人，这是鬼敲道士门了。上楼，我顺手打开直播，顾叶跟在我后面。而随后，我们就在我家门口看到了倒地昏迷的田建明。顾叶问我怎么回事，我2步走过去，一脚踹在了隔壁老太家房门上。青天白日的，你凶的批爆！信不信我让我老板把楼拆了，看你往哪里躲？哐！
门突然被一撞，门框一颤，灰尘抖落，像是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冲出来。巨大的声音吓了顾叶一跳，真有鬼啊！怎么办？有钥匙没？没。卧槽，你要干嘛？我不装了，从怀里取出一根铁丝，倒进去一拧，一脚踹开。老板快上！这崽子凶的一批，晚上打不过，趁现在快揍一顿。塞给顾叶一把桃木剑，我甩开我的，立刻就拉着他冲了进去。房间里窗帘紧闭，一片黑暗，鼻子能闻到淡淡的霉味，空气阴冷潮湿，很不舒服。我伸手就去摸灯开关，手摸到墙壁，却是抓到一只阴冷潮湿的小手。我全身一颤，脊骨都凉了一下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3巴掌抽在那小手上，那只小手一颤缩了回去。咔！房间的灯打开了，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刚进来就看到主播在撬人家锁，没听主播说吗？这老太太家闹鬼，主播是个道士，来抓鬼了。我的天，抓鬼直播，我这是中了什么头奖？哼，指定又是什么剧本，刚才说不定就是在和那老太太串通，准备又怎么骗我们给她刷礼物呢？直播间人数快速增长，我嫌弃抽回手，就在顾叶身上抹了抹，手上阴气浓郁至极，被顾叶身上阳气一灼，滋啦啦的响。哎，你身上阳气好强！顾叶目瞪口呆，直播间也看到了这一幕。这是什么魔术？好神奇！贝拉米，新来的道友不懂，我可是老粉丝，告诉你们，主播是茅山天师，前不久还帮警察抓了杀人犯呢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是托吧？我抽空看了一眼直播间，翻了个白眼。我像是能请得动托的人吗？我举起手机，将镜头对向了老太家的3室2厅。家人们，刚才我隔壁老太太跑太快了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忘了告诉她，现在我们去找她，争取不把她吓出病来。眼前3室2厅摆满了老式家具，客厅散落有很多儿童玩具，电视机闪烁着，播放的动画是小猪佩奇，明显是一个宠孩子的家庭。然而灯光却在这时闪烁，更明显的，有人非常不同意这一点。我推了一下顾叶，指了指卧室，他面色一变，不敢置信用手指了下自己。我拍了拍他的心口，直接给了他一个相当肯定的眼神。灯开始摇晃，房间里有诡异的风吹到人身上，遍体发寒。顾叶长吸了一口气，才颤抖着走在了我前面。直播间弹幕悄悄少了很多，我跟在顾叶后面，在所有人背后，脸色分外凝重。此时日上三竿，是一天中阳气最足的时候，但这间房子浓郁的阴气在房间内盘踞，如同阴龙，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婴儿院可以解释的了。我今天能起那么早，都是因为他冻醒的。催促顾叶走快点，我手底下已经开始给桃木剑附魔，这次用了 double 变态辣，连老外的圣水我都撒了一点，足见我对这次事件的慎重。顾叶敲了一下门，手刚接触就滋滋开始冒烟，他身体明显一颤，转头故作镇定道：家里没人。我伸手就推了他一把。啊！他惊叫一声，直接趴在了门板上，烟气滋滋如龙，顾叶鼎盛至极的阳气直接将门上的阴气破开，门瞬间就倒了。我一步踏了进去，手中一甩，5张雷符直接甩在了房间4角。赤赤阳阳，日出东方，乾坤借法，五雷纯刚，纯阳雷刚迸发，雷火一闪而逝，满屋场景秋毫毕现。隔壁老太拥着一个白胖的小男孩，笑容满面在地上玩耍，而一个白头白面、双手拄着脸的小女孩正趴在他的背上，好奇看着地上的男孩。我不敢等待，雷法，4道雷霆直接劈在了小女孩身上。啊！一声尖叫，小女孩回神，苍白色眼睛看了我一眼，我浑身一颤，她却纯真一笑，随即消失不见。房间内浓郁的阴气随之消失，窗外阳气回笼，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愣住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老太太抬头，一嗓子把我喊回了魂。她抱着她的大孙子就向我走来，一只手直戳戳要戳我的脸。你还敢到我家里来？这是擅闯民宅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一定要报警，让你蹲监狱。我冷笑，错开一步，让出背后的顾叶。老太太声一下小了，房东想看看房，你有意见？我很狗腿的把还在门板上趴着的顾叶扶了起来，一边给他拍灰，一边对老太说道：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夜半不怕鬼敲门，你看看你这门，你是造了多大的孽？做人能不能长点心？我老板好不容易来看看房子，你倒好，门都整塌了，你让我老板怎么敢再租给你住？这门他让你赔还是让你赔？你说说。你也别想抵赖，我直播间视频录着呢，我老板一敲门，这门就塌了，一看就是坏好久了，只能怨你们自己。老太一下语塞，想张嘴，几次都被我压过去。直播间，哈哈哈，我算是知道主播为啥开直播了，我们和包租公这是被主播拉来当证人了。看老太婆表情，哈哈，果然恶人还得治人魔。不是，大家没注意到那老太太刚才黑着灯在跟自己孙子玩吗？还有那雷电，吓了我一跳。卧槽，我还以为只有我看到了，这家真有鬼啊！吓人吓人，我不敢看了，在线找个 CP。直播间人气疯狂上涨，
我没看到，摆摆手道：“罢了罢了，看你带孩子也不容易，就不让你陪了。老板，我们走。”趁老太还没反应过来，我拉着晕乎乎的顾叶赶紧离开了他家。只临走时，我扔下一句话：“种其因者，须食其果。老太太自己做的孽，早晚是要还的。”出门，顾叶的状态已经有些好转。我啧啧称奇：“你上辈子一定是个小太阳，能开武当那种。”他缓过神来，问：“他家这鬼，你不管了吗？不是管过了吗？”我笑道：“就刚才我那一句话，就足以让他长命百岁了。再说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难得这么深的怨气。”午后摆烂和粉丝唠闲嗑，话题围绕元始天尊和我谁牛逼展开，聊了一下午，他们得出最终结论：元始天尊牛逼。你们是会聊天的，我打了个哈欠。掌门，隔壁那个小女鬼怎么办啊？不和她切磋切磋吗？对呀，我特别想看主播抓鬼。抓鬼别逗了，谁都知道那是假的，听主播吹牛逼他不香吗？隔壁的阴气又在渐渐强盛，我提起精神道：“那就给大家说说什么叫婴儿院。”直播间顿时安静不少。我侃侃而谈道：“天地有灵，福泽万物。而作为人，我们得到天地最宝贵的给予，便是我们的魂魄。孩童时期，我们称之为婴灵。做人不易，成为人更难。婴灵即是珍贵，而当婴灵在出生后被自己亲人抛弃，失去了做人的机会，他将会产生多大的怨念，大家可想而知。种其因者，须食其恶果。”直播间，那就不救了吗？虽然说抛弃孩子的父母罪大恶极，可他们说不定也有苦衷不是？我淡淡道，推盘论断参天道，弃恶扬善正人心，谁也没有权利替当事人偏袒他的苦难。有些人只是错误走入了人道。直播间沉默。嘉兰树之花打赏了50个火箭，我眼睛笑眯了。谢谢嘉兰宝贝，宝贝怎么从来不说话呀？一直给我发礼物，人家可感谢了。主播停，我快要哕了。掌门自重啊，我刚来点感觉。哈哈哈，我笑了笑，拿起椅子上的外衣披上了。走吧，今日一出门，我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。下楼，我敲了敲顾叶的房门，人不在，我给他发了条信息，今晚别回来，就朝着楼下走去。然而刚到楼下，我就被2道目光死死盯上了。隔壁老太和他儿子，小丫头片子，信口雌黄，你再敢拿我死去的孙女说事，我一定报警，让警察把你抓起来。我看了一眼他手中的黄纸，哟，老太太你还看我直播呢？不过烧黄纸可不抵用，你试试把自己家房子点了，那样说不定还能有点用处。老太破口大骂，他儿子王建明脸瞬间黑了，撸起袖子就要过来。我这次连手机都不想举了，转头就跑。兄弟姐妹们，这招叫做金蝉脱壳，是我自我领悟的茅山大成道法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研习，多多使用。事后，王建明急赤白脸道：“你等我去警察局告你。”我一步踏上公交，理都没理，找了个后排坐下，给直播间说了声到地方叫我。我准备闭眼眯一会儿，可没多久，我就知道今天黄历出错了，我的钱被偷了，我的钱被偷了，我的包里的2万块钱被偷了呀！怎么办？那是我孙子的学费呀！突然的叫声来自我的旁边，准确说就是我的邻座，一个皮肤黝黑、两鬓斑白的农民大爷。他看向我，急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！刚才我身边走过来那几个男的，他们跟你眉来眼去的，一定是你们串通好，把我的钱偷了。走，你跟我去警察局把事情说清楚。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一定不让你走。司机停车，我一脸懵。前排一个大哥站了起来，凭什么你说去警察局就去警察局呀？我看人家小姑娘不像什么坏人，你别是搞错了。农民大爷直摇头，泪眼凄惨道：不，我不会冤枉人的，他刚才真的和那几个人眉来眼去的，不信我们去警察局，到警察局说清楚。旁边一个大婶这时也出声，大不了就去趟警察局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要是警察局都不敢去，这不就是心里有鬼吗？还有那大哥，你干嘛袒护着小姑娘？你是看上人家了，还是怎么了？你这都让我怀疑了。大哥瞬间急红了脸，你放屁，我哪袒护人家了？走，不就是去警察局吗？我陪他一起去。大婶也被骂生气了，行，你要敢去，我也去，做个见证，看你们敢不敢欺负人家老爷子。他看向我，小姑娘，怎么样？你没问题吧？一时间，整辆公交车的人视线都投在了我的身上。这场景，我只想阿巴阿巴。我无奈道，我就是坐车去警察局的呀，你们一起？农村大爷又不愿意了，不行，那警察局太远了，下一站我知道有一个派出所，我们去那里，把话说清楚。大婶，那倒也对，电视里说了，小偷都是分区域作案的，现在早点报警，兴许钱还能找回来。车上人这时也说话了，那你们就下一站下车呗，司机开车呀，我快迟到了。对呀，下一站下车就行了，3个人总不能看不住一个女孩吧，别耽误我们时间啊。就是，你一言我一语，3两下竟就是决定好了，让我跟他们走。前排大叔和大婶这时也向我走来，大婶伸手就来把我从座位上拉起，而那大爷更是死死抓着我的胳膊，
泪眼婆娑道：“我孙子上个大学不容易呀，我要是把他的上学钱弄丢了，我死也不瞑目。你怎么可以偷我的钱啊？”我一下惊了，什么？那是你孙子的救命钱？突然的大声让大爷一愣，他点头嗯了声。我直接怒了，天杀的畜生！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有些钱咱们不能偷，你怎么不长记性？众人疑惑，转头就见我用手指着前排大哥：“你个混蛋！你知不知道农民伯伯赚钱有多不容易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可能会断绝掉一个农民家庭的希望？人家供出来一个大学生，你以为很容易吗？你还想不想跟我混了？”大哥愣了，不是，谁跟你混了？我又不是小偷，你才是，你别在那诬陷我呀！我推开大爷就走了出去，指着他的鼻子：“你妈死了！”大哥一愣，我呸了口继续道：“你妈死得早，你爸没等你成年也没了。要不是我爸带着你，给你点事做，你这辈子都毁了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我们的话不听了，不知道我们不欺负老弱，不偷学生的钱吗？”大哥傻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爸妈去世了？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气呼呼就坐回了椅子上。公交车上，所有人把视线又放在了前排大哥身上。大婶急了：“哎，他不是，你别说话！”我打断他：“大婶，你刚才说的对，他就是我的同伙，钱就被他藏在车里，我现在就申请自首。人啊，有些事不能干。这个钱我要是拿了，我心里不踏实。”一句话斩钉截铁，公交车上不知谁叫了一声好，一群竟是给我鼓起掌来。我心里默默感激了下孙涛，这小姑娘不错，有良心，就是跟她爸走错路了，好好改造，出来一定是个好姑娘。是啊，现在小偷都比普通人讲良心了，要是被其他人捡到，说不定就不还了呢。走，咱们一起去警察局，给这个小姑娘说些好话。大爷慌了，别，就我们几个人去就行了，大伙儿我们不麻烦了。车里人怎么可以？这小姑娘你看得住，这男的人高马大的，他要跑，你咋拦得住啊？大爷，你别急，听我们的，现在就去警察局。司机也热谢了，好，我今天也算是见识了什么叫做市井侠义。没人下吧？我们一站到警察局，我没人。师傅，开车。司机挂档，车动了，人慌了。大婶，哎，我还有事，我不能去了，你把我在这放下，你们去吧。婶子，你别怕，刚才我就看出你有点侠义心肠，跟我去警察局做证人，我让他们给你发个旗儿。大爷，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钱落家里了，今天没带，是我冤枉这小姑娘了，不要耽误大家时间，下一站我们就下车。大爷，你别犯糊涂，你带没带钱，你受害者不知道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前排大哥慌张就往一个打开的窗口里钻，快拦住，这混蛋还想跑，今天我要大义灭亲。车上几个被我说的激动了的青年冲上去直接把他按在了地上，我揍他，几拳就招呼在了他的脸上。一群人浩浩荡荡就这样直接停在了警察局门口。大爷手哆嗦着，大婶眼睛乱转，一开门，两人争先恐后就要跑，我一个熊孩子下鞭腿，两人顿时滚地葫芦，直接倒在了警察局门口。你们干什么的？我跳下车，指着地上的两人，车上被绑起来的一人，3个拐卖犯身上都背着人命，龚燕在吗？让他好好查查。满车人瞠目结舌，瞪大了眼睛。直播间人气破10万，在警察局接待室坐了半个小时后，龚燕来找我。老人叫古大海，女的叫张倩，男的叫胡凯，我们正在查的好几宗妇女儿童失踪案都和他们有关，今天又谢谢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明天给你申请咨询费。我抬眼笑道，不客气。龚燕笑了声，坐在了我的对面。怎么发现的？又是靠你的相术吗？进了警局，直播我已经关掉了，满屏的弹幕留言，我根本看不过来。关了直播后，他们在鱼塘水帖各种问这个问题，我索性同时回答了，因为他们身上有英灵的怨气。龚燕微微点了下头，示意知道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信没信，跳过这个话题问道，那个古大海，我能见他一面吗？我有些问题想问他。龚燕犹豫了下道，只能给你5分钟，一般我们是不让人接触罪犯的。够用了。龚燕起身，带着我没多久就来到了临时关押古大海3人的监牢。我一进去，3人瞬间就颤了一下，看着我，古大海气道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龚燕关上门出去，我伸出3根手指。3个问题： 1. 被你们害死的婴儿，你们送去了哪里？ 2. 对方是什么人？ 3. 荷塘小镇田建明，你们认识吗？3个问题问完，张倩和胡凯满脸疑惑，古大海瞳孔骤然收缩，竟是向后退了2步。你是谁？我毫不避讳道，茅山派人间行走，李相柳。今天你要是回答不出这3个问题，我会把你的阴魂送去湘西柳家养尸。古大海面色骤然苍白，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，给你4分钟时间考虑，1分钟内告诉我，我早上没睡好，耐心不是很足。古大海颓然坐倒在地。我告诉你，从警局出来，我终于是觉得这事情有点棘手了。田家那大孙儿怨气很重，
我早意识到它并不是一般的婴儿院，再结合古大海给我说的，我这会儿已经有了答案，哪怕是一尊扮鬼王，而这尊扮鬼王竟是人为之演的，背后之人，所有人都叫他蔡先生。田建明、古大海也认识他。据他说，田家人变态的可怕，他们听信蔡先生的话，为了要个儿子，将刚刚满月的大女儿田园溺死在了水盆里。蔡先生说，在死去的田园头顶扎入3根封魂钉，可以锁住他的灵魂，让他饱受痛苦。这样，其他女鬼就不敢再来田家投胎，自然就会生出儿子了。田家人就这么做了，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下得去手。被扎入封魂钉的田园，在田家的祠堂摆了49天，被蔡先生带走了。再出现，就是我看见的扮鬼王模样。这中间，古大海一直在给那人供货，源源不断的婴儿被送去他的小楼，再也没有出来。我也到此才明白，那个蔡先生在借其他婴灵的纯粹怨念，孕养田园，想将他培养成一尊鬼王。只可惜没能早点发现这里面有人为的痕迹，到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有点来不及了。我站在警局门前思索了半天，这账要怎么办？而后我掏出了手机，打开了直播间，几乎是瞬间观看直播人数就破了3000，而很快的直播人数直飙5万。我暗暗啧舌，掌门，你就是我心中的神，我太崇拜你了。刚才公交车上那段看得我人都麻了，我怎么都没想到那3个人竟然是同伙。主播能再讲讲是怎么发现的吗？真的是什么怨气吗？好玄幻，我看不过来了，直接拉到正题，谁在临海？我要仙侠见粉丝吗？我在。楼上是想说线下见粉丝吗？我也想去，不就是3000公里，我打个的就到。我莞尔，随即正色道：本掌门现在准备去除魔卫道，现在需要众筹点黑狗血、童子尿，这是10万火急，能不能搞到？能，我喝口水就行。我也可以，而且厂长狗子我看他不顺眼好久了。我卖狗肉的，我现在就接。我小学校长立刻组织动员大会，一时间的热情直接让我傻眼了。行吧，等下发你们的地址，有劲的送一点过来就可以了。另外还有个问题，我需要一个阳气鼎盛的肉牛替我分担压力，这个包租公。我满意笑了，行，你们选的哦，可不是我要找他的。打车回家，天慢慢暗了。回到小区，我注意到楼下有大片的黑灰，田家老太不知道烧了多少，地都是熏黑的。而到顾叶门口，我已经听到他在敲我门了。小姑娘，你能不能到我家看看？我家有点不对劲，你开门，大家都是邻居，有话好好说吗？他声音有些颤抖，早不见早晨的嚣张。我记得他早上还让主播搬出去，现在改口邻居啦。这个老太婆太恶毒了，我真想看到她被鬼干掉。我懒得评价，敲了下顾叶家门，打开，打个招呼。我进了他家，正色道：有个事得跟你说一下，这几年房价不稳定，楼盘我看是要跌，你那么多栋房子，肯定是要资产缩水。眼下你这栋楼又闹鬼，再不处理我感觉你要亏大血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跟我一起去捉鬼怎么样？顾叶抱起胳膊，眼神不善，我都听见了，你说要把我当坦克，这下尴尬了。其实也不是，你有血量，还有反伤，你应该是个边路白起。我信誓旦旦道。顾叶好说歹说，终于是让他同意跟我去捉鬼了。走，我带上他，抓紧出门。然而刚出门口，我迎面就撞上了隔壁老太太和她儿子。两人看到我惊喜道：你果然在这里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有办法把那个东西干掉？并没有，而且什么叫做东西？老太婆一怔，突然惨笑道：别这么冷漠嘛，都是邻居，而且你本来就是道士，捉鬼嘛，应该的。他伸手还想来抓我的胳膊，我甩开。他儿子就不乐意了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说要多少，老子给就是了。他伸进衣兜里一掏，有零有碎的掏出来一沓钱，往我脸上一递，豪迈的像是拿出了1个亿。哎，你这孩子。他妈更不乐意，按住他的手就把钱夺了回去。人家是专门抓鬼的，要你的钱干嘛？道长是不是？我不耐烦了，平生第一次这么不耐烦。然而动作比我快的却是顾叶，一沓红票子就在我眼前狠狠抽在了王建明脸上，拿着点叫花子钱，在这恶心谁呢？顾叶一把撕住田建明衣领，抡着那沓钱就抽了起来。田建明被抽愣了，想挣扎，但哪里是人间小太阳的对手？顾叶的阳气鼎盛程度，在古代最低也是个武状元。这会儿他几乎是提着田建明的头在抽，大红票子脸上扇，任谁都要心酸酸。田家老太顿时尖叫了起来：来人啊，来人啊，有人打人了！他用后面的话没能说出来，其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说了。顾叶也打够了，把王建明往地上一扔，接着那一沓红票子啪叽就摔在了田建明脸上。给你去治病，别忘了报警，告诉警察我用钱抽的你。拉了一下我，推开老太，我俩直接下楼。老太急了：你们去哪呀？赶紧去我家看看啊！我孙子不知道在跟谁说话，你们不管了吗？田建明喜洋洋道：妈，
别管他，我去找那个人，我现在有钱。这小丫头骗子，我还不信她呢。老太，你咋那么糊涂？姓蔡的死要钱，这小丫头可能也有点本事，声音慢慢听不到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顾叶问道：咱不是要去抓鬼吗？还回去他家不？不去，我们去郊区。干嘛？开闸放水。顾叶开车，我们花了2个小时才赶到了临海郊外一处池塘。池塘边一座2层小楼就是目标所在。我递给顾叶几片柳叶，叫他擦下眼睛。你先在这等着，等会或许会有人来送黑狗血、童子尿，你收好了，然后等我消息。顾叶皱眉，要不一起去？我好歹也能打个架。打啥架？我哼了声道。我先去瞅瞅，情况要是属实，咱俩直接点他房子，烧他个王八蛋。顾叶，纵火要罚款的大哥，怕啥？又没有人知道。哦，你开着直播呀？顾叶以手扶眉。我浑身一颤，拿起手机，直播间66666。虽然黑漆麻糊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但我叹为观止。请问这是犯罪现场吗？不是说要来抓鬼吗？大家替主播保密，嘘，咱们都不说，好期待呀！第一次见这么刺激的，又是拿钱砸人，又是烧人家房子的，这3年起步啊，人气竟然破30万了，我啪叽就把直播间关掉了。然而这时收到了短信，对不起，您的直播间因严重违反平台规定，暂时封禁，罚金10万元，将从本月您收获礼物中扣取，详情请咨询100。我傻了。顾叶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都会过去的，这一切都是浮云。谁家孩子天天浮云，天天浮云？我这明明是多云。不行，这房子必须点，不然我亏了。让顾叶注意着看有没有人来，我向小楼摸去。来到近处一棵树后，我蹲下，从怀里掏出一杆小旗。太上敕令，唤汝孤魂，鬼魅一切，四声瞻恩。速至速至，听吾令行，急急如律令。小旗挥动，四周慢慢有了动静。池塘水面荡漾，几个浑身湿漉的小鬼从淤泥中爬了出来。林子里游荡的几个面目模糊的游魂颤巍巍向我走来。接着是天空，各样漂浮的鬼魅，一瞬间就让这里仿佛鬼境。然而反应最大的还是那栋楼，灯光开始闪烁，阴风自起，我听到了孩童的哭声，有婴灵在四处冲撞，妄图从楼里冲出来，可却被一层禁制拦住，他们撞得头破血流，依旧难以逃脱，而数量近百。我掏出了打火机，你还有你，去找一些柴火堆在那个楼底下。你怕他个蛇呀？现在鬼气动荡，他发现不了你们，快去，别逼我粗鲁。四面的游魂鬼魅瞬间分散开来，向着四面拾柴火去了。我静静等着，观察着楼里的动向。里面有人，动作很快，不消1时3刻就打压了楼里动荡的婴灵。婴灵的哭声隔着这么远，依旧刺耳。柴火也堆放好了，我开始发打火机。太上敕令，唤汝孤魂，鬼魅一切，四声瞻恩。速至速至，听吾令行，急急如律令。小楼婴灵再次暴动。嘎嘎狗 ，Fire the hole！ 一群鬼魅迅速分散，各自持着一个打火机，颤颤往前跑。随后几簇火苗就在我眼前慢慢亮起，并很快势不可挡。什么人在暗中作怪？大火燃起的时候，2楼窗户被一脚踹开，一个3、7分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抱着一个坛子跳下了2楼。他身后，楼中禁制被烧毁，大批的婴灵迅速冲出，逃往四边。谁在坏我好事？我盯着他，这人应该也是个鬼修。临海不大点地方，接连出现2个鬼修，实在让我有些意外。就是不知道这个我打不打得过。我抄起一块石头，抡圆了就砸了过去。砰！他用手接住了。打不过。我转头就跑。他发现了我，怒道：无耻小贼，只敢在暗中作祟，敢不敢出来和我明刀明枪干一场？迈步就向我追来，速度极快。我骂人了啊！怎么他妈是个人都跑得比我快？吃我掌心雷！雷光在他眼前爆炸，被一层浓郁之极的阴气阻挡。我认出这与田家大女儿田园的阴气同源。宵小鼠辈偷袭我。然而雷光散去，一颗拳头大的石头直直轰在了他的脑门上。砰一声，他头一个后仰，仰面倒地。顾叶赶来了，有些吃惊，他另一只手里还揣着一块石头。你也爱玩石头吗？别搭话。他怀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叫鬼坛子，鬼修用来养鬼的，他靠鬼坛子里的鬼给他提供力量。那我懂了。顾叶抡起手里的石子，一个暴力的投掷，直轰坛子。我愣了一下，打不得呀。砰！坛子直接被打碎，一个浑身惨白的小女孩从坛里跌落，落地，眼睛蓦然张开。滔天的鬼气瞬时间将此地渲染得如同修罗地府。树叶沙沙响，一片乌云突然遮住了明月。四面八方数不尽的灵异鬼魅朝着这边冲来，鬼王已出，四方膜拜。顾叶一颤，向我靠拢了些。柳啊，这么多我可能挺不住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当然顶不住，不然我早就砸了。还好鬼修被你砸晕了，不然就危险了。
你还有办法？有，别忘了，我可是茅山的。我虚探一步，狡化阴阳八卦。太上三清，应变不惑，诸般邪魔，足孽魁罡，左扶六甲，右卫六丁，前有黄神，后有乐章，除魔驱恶。急急如律令。脚踩下，四面金光升起，六丁六甲，黄神乐章，显化神形，四散驱魔。周围围拢来鬼魅，瞬时间被冲散。鬼王田园毫无动静，我知道凶险，此刻也不保留。手一甩，四面五色旗从我手中抛出，霎时间封住了他四方方位。天圆地方，律令九章，无令下笔，万鬼伏藏。五雷破霄。我手中五色旗中旗，戊己杏黄旗，一瞬之出，直杀鬼王。破霄。电闪雷鸣，雷云堆砌，一道雷电被杏黄旗引动，劈向鬼王尸身。雷霆一闪而过，一声凄厉惨叫，雷光消散后，原地只剩下了一片焦土。顾夜惊声，劈死了。我摇了摇头，逃了。同样消失的还有鬼修蔡先生。现在怎么办？追吗？我喘了口气，不行，再追上挨揍的就是我了，没力气了。你帮我把旗子捡回来。收回旗子，顾夜搀扶着我离开了那里。这个鬼王跟鬼修跑去哪里了？我轻声道：冤有头，债有主，田园要去找田家人复仇了。那个蔡先生乐见其成，因为当田园完成复仇后，他就彻底失去了陈念，便只能沦落为蔡的一只奴鬼，变成真正的鬼王。到时候要再打败他，就有点难了。顾夜，那我们就去找田家人，守株待兔。我点了点头，想到什么又问道：田园的母亲一直没露过面，你知道她在哪吗？顾夜皱眉想一想，田家人是2年前租了我的房，那时我见过他母亲一面，挺温婉的一个女人。她付了房屋3年的租金，而之后住进来的就只有田家老太和他儿子，我再没见过她。这个时间，我琢磨了一下，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念头：你有他联系方式？有个电话号码，不知道能不能打通。你去找他，如果能找到，务必在今晚3点前将他带到这里。顾夜不明白，这里。我抬手向前一指，一辆桑塔纳开来，里面正是田家老太和他儿子。猪在这。全家老太应该是来找蔡先生的，此刻看到池塘边燃起的大火，车停了下来。他抱着他的孙子，他儿子开着车骂骂咧咧。姓蔡的不接电话，收了老子的钱，不给老子办事，活该他房子被人烧了。你少说点。田家老太下车，抱着孙子，表情担忧。我慢慢向他们走去，干嘛呢？这么晚了还遛弯？田建明看见我，从车窗里把头探出来，你怎么在这？遛弯呗，不然呢？他想到什么，怒道：是不是你把蔡先生的房子烧了？我说他怎么不接我电话？你这个贱人，不帮我家抓鬼，还烧其他人的房子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耸了耸肩，你能这么想，我是很佩服的。而田家老太明显是比这个二货聪明一些，他腿一弯就跪了下来，嚎哭道：李道长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啊！我的孙子这么小，他不能没有奶奶，也不能没有爸爸，你行行好救救我们吧，我给你磕头了。我知道他一家是什么人，懒得看他。而这时我突然听见有车辆开来，转头一看，几道灯光，有几辆车向这边开来。到了近前，从车上下来一大哥，衬衫长裤戴眼镜。掌门，我可找到你了。我定睛一看，2辆洒水车，1辆皮卡，东西都带来了，2罐童子尿，几盆黑狗血，泼谁？田家2人顿时一颤。我笑了，稍等。转头对田家老太道：不想死，就在这里待着吧。他大喜，李道长，你可真是个好人啊！拉着他儿子喜滋滋和我道谢。我嘴角勾起，守着猪等待着，我让洒水车大哥们准备好，等我命令。而兔子也如期而至。夜风突然变冷的时候，我知道有东西来了。蔡先生阴着声：五色旗，五雷正法，随手布阵。小姑娘，你好大的手段！我哼了声：无耻小贼，只敢在暗中作祟，敢不敢出来和我明刀明枪干一场？蔡先生沉默，冷哼一声，现场突然阴风大作，孩童的哭声四面八方传来，所有人惊呼。此时终于感觉到恐惧。我无所谓道：这个世界除了扣钱，没什么能吓到我，亮出点真本事来。蔡先生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鬼王所魂。一道白影冲来，速度极快，所有人都没来及反应，他就冲入了我身体。一瞬间，我全身冰冷，闭上眼睛。梦境突然展开，小可怜，怎么又哭了？不要哭，妈妈给你做主，谁说女儿没用？我家圆圆是天下最好的宝宝，圆圆不哭，下次爸爸打你，你就找妈妈，妈妈一定给你挡着。妈妈要和爸爸离婚了，妈妈在城里租了房子，我们娘俩以后再也不用被欺负了。以后我带圆圆天天去小公园玩。圆圆，我怎么找不到你？有危险，快跑！一幕幕画面在我眼前展开。出生，被奶奶掐，爸爸打，妈妈温柔的鼓励，触手可及的希望，以及最后的画面，奶奶把他按进了水里，气泡在眼前溢散的时候，他闭上眼睛，再睁开，是一颗钢钉打入了他的头顶。奶奶啊！他怎么睁眼了？快打快打！爸爸知道了。喊什么喊？记得多要点钱，好歹也是我闺女。画面到此终止。我
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？田园出现了，依旧是第一次见时可爱白皙的模样。他眼中此时泛着红光，不要阻止我。好。田园一愣，梦境开始溃散。现实中，闭眼倒地的我引起惊呼声一片，而没等我倒在地上，我眼睛睁开，手一撑地就站了起来。垃圾！蔡先生惊声，这不可能。没有什么不可能，我又不搞种族歧视。再吃我掌心雷！雷光迸发，躲在暗中的蔡先生一瞬间被逼了出来。他手里又抱了个鬼坛子，此时也不躲了。汹涌的鬼气从坛子里涌入他的身体，他身躯一瞬胀大，青筋毕露。无知小儿，让你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异鬼法！他直接向我冲来，所有人惊呼，恐惧溢于言表。我甩开桃木剑，掌心雷再发，同样冲向了他。同样的招式，你以为能奈何得了我？雷光熄灭，他一拳怒砸向我。而也就在这时，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击中他的侧脑，砰！他头一摆，脚直接向一边跑了。我眼前一亮，抄起剑就劈，棒打落水狗，趁他病要他命。我几剑把他劈翻在了地上。让你狂！让你狂！让你狂！一剑接一剑，他浑身鬼气被打得易散。而这时顾烨跑来了，怀里抱着一块磨盘大的石头，他举起就要砸下去。蔡先生慌了，不，我认输，把你这破坛子扔了。蔡先生脸上挣扎，顾烨做事要砸，别！鬼坛子被他扔开了。我立刻蹲下，手中3张符纸贴在了蔡先生脑门上。看火影研发的爆炸符，别瞎动，一炸牛头马面都不认识你。蔡先生顿时不敢动了。我让顾烨把石头扔开，蔡先生不敢动，嘴硬道：“鬼王已经在外面了，没用的，你阻止不了他蜕变。”我笑道：“谁说我要阻止？”一声凄厉惨叫突然迸发，所有人惊恐看去，只见原本露出笑脸的田家老太和他儿子突然倒地惨叫。老太惨叫道：“快救我，快救我！你不是说留在这儿就会保护我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想死就留在这，可想死你也可以留在这，都是你的自由。”老太崩溃，和他儿子破口大骂，诅咒着我。然而一瞬间，他们齐齐被拖着向池塘滑去。老太怕了，圆圆，我是你奶奶呀，你不可以害我，你这样进不了田家的祖坟的。回应他的是池塘的水面，他一下被按入水中，发不出一点声音，四肢挣扎着，良久，他和他儿子软在了水里，失去了生机。田园完成了他的复仇。蔡先生笑了，脸上疯狂般激动，我的鬼王，我的鬼王，马上就要诞生了，是吗？我拾起坛子就来到了洒水车前，来吧，就冲他！眼镜大哥亲眼目睹捉鬼，此刻4只眼睛亮得如同在发光。收到！2辆洒水车开闸，童子尿汹涌冲向了坛子，那场面真的是别说鬼，人都吓得跳起来了。而那坛子上浓郁的阴气鬼气瞬时间被冲散，在心生却没坚持1秒，便又被冲散了开来。蔡先生听到动静，不，你会毁了他的，不可以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冷笑，失去理智的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问顾烨，他母亲找到了吗？这或许能帮他保存一丝灵智，不至于魂飞魄散。顾烨惭愧摇了摇头，他母亲死了。我沉默，随后道：继续冲。如此便持续了3个小时。我能看到田园，他嘶吼着站在水面上。原本他身上有几乎可称磅礴的鬼气，这些鬼气将帮助他成为鬼王，并撕碎他最后一丝灵智。然而，因为本体被童子尿的冲洗，他的鬼气被打散了大半。此时，他的灵智还在因为鬼气侵蚀缓慢溃散。如果失去，他将堕化为只知杀戮的厉鬼，我那时必须要除掉他。而也就这1分1秒的等待中，我突然看到他微微侧了下头。我一怔，看去，竟是看见一道残破的魂魄遥遥从田野中飘来。他呢喃道：圆圆，我怎么找不到你？有危险，快跑！魂体飘来，母亲一颤，见到了女儿。顾烨说，我只是在他坟前提了一句。我沉默，让眼镜大哥把最后的黑狗血也倒在了坛子上。一切就看田园的造化了。时间在流转，所有人在车上等待，一直到天快亮，我提剑下了车。水面上那道残破的魂魄抱着田园，说了一夜的话。田园只是愣愣地看着他，眼睛在血红和苍白之间不断转换。等到我靠近，他蓦然回首，血红的眼睛无限暴虐。我意识到救不了了，提剑准备打碎他的魂体。残破的后背挡住了我的视线，那双手再次抚上了女孩的脸颊，泪水滚落，母亲流泪了。伴随天边破晓，田园的母亲将田园亲手送到了我的身前，泪水滚落，她拖着田家2人沉入了水底，永远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。妈妈！田园突然的慌乱，田园找回了灵智。我很不敢相信，因为这在古籍中也只是寥寥一句话，1/1000的概率。或许是因为被鬼气侵蚀，田园失去了一些痛苦的记忆，这对他无疑是好的。而他现在的实力依旧堪比半鬼王，放养不管是不可能的，我只得把他带回家。顾烨知道后，一双眸子抖了4下。
在我发誓保证后，他才算答应了。而之后便是收尾的事情。我面色不善地来到蔡先生身边，打了个响指，顾叶提起一块磨盘大的石头，就站在了我的旁边。快问快答，姓名？蔡国庆。真的？我有身份证啊。好，我暂且相信你。让顾叶手里的石头放下了一点，我继续问道：告诉你的来历。蔡国庆犹豫，我回头道：先砸掉一条腿，随便你选哪一条。顾叶朝准一个点，蔡国庆颤抖了。我说，一番严刑逼供后，我终于在蔡国庆那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。临海出现2个鬼修并不是偶然，这是一个有组织、有预谋，但明显混乱、各自为营的鬼修宗门入侵事件。这个宗门叫御修会，名字不调，口气不小。他们竟想要将临海作为他们的发展大基地，藏污纳垢，招兵买马，实在有些太岁爷头上动土。顾叶问：这个邪修组织好像不好对付，你要不要搬点救兵？行，打电话叫人。谁？龚燕呗，还能找谁？有困难找警察，告诉他这家伙买卖人口，还有一大票同党，让他慢慢审，都抓起来，给他升个警司，没问题的。有道理。躺在地上的蔡国庆露出了绝望的表情。他的一身本事，进了警察局，敢动一下就要被咬成渣子。交给顾叶去报警后，我带着田园回了家。他很好动，很好奇，像是个好奇宝宝，在我家飘来飘去。我看得无奈，还好你不需要喂东西，不然我可就穷死了。门铃就在此时突然敲响。来喽！我穿鞋开门，打开却是看见一个大快递盒。感知了一下，我突然觉得不对劲。一只虎头钻破快递盒，大眼睛扑闪盯着我。我傻了，赶紧扯着盒子进了家门。这谁陷害我？我可不想买老虎，犯法的，赔钱的，坐牢的。我不能打开盒子，一张白纸。山女无能，再次叨扰大法师，我身陷囹圄，求大法师收养我儿，待我脱困，闭上门感谢大法师慈悲，倾尽所有报收玉之恩。我啪叽一手拍在了额头上。没人知道本大法师靠蹭饭活着吗？转头看见已经玩耍在一起的田园和小妖虎。小白旺财，明天给我学做菜。